欢迎回来。周一下午，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反中乱港分子戴耀廷等47人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法官宣布案件押后至7月8日再审，并转交高等法院处理。流程上转交高院意味着什么？为何戴耀廷等人要再羁押近3个月？深圳卫视记者专访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带来独家解析。案件呢是在今天下午，在我身后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再度提讯，并继续由香港国安法的案件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来处理。那今天由于被告众多呢，法院方面呢也因应情况做出了特别的安排。除了开放了延伸庭给公众旁听之外呢，法院方面呢是在下午1点半派发被告人亲属的入庭票，每位被告呢是可以获得家属票2张。2点钟呢再派发了270多张公众票以及90个传媒的席位票。被起诉的47人包括39名男性及8名女性，除戴耀廷外，还包括胡志伟、林卓廷、杨岳桥等多名反对派前立法会议员。他们同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于去年7月1号至今年1月7号期间串谋他人旨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在下午3点左右正式开庭，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在现场观察。由于人数众多，每3名被告坐一张长凳。开庭后，控方律政司首先要求案件押后到7月8号再讯，并转介到高等法院处理。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大律师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现行香港法律制度下，当基本表面证据成立后，案件就可以从初级法院转至高等法院或者区域法院处理。之所以需要轉介，是因為不同法院的刑事審判權不同。譬如咁講話，區域法院佢嘅最高係可以判到7年監禁，咁高等法院呢就可以判到終身監禁。咁所以要睇嗰單案啦。如果嗰個案件係比較嚴重嘅，咁呢佢就會轉介去區域法院或者係高等法院。咁似乎嗰單案有幾嚴重喎？通常啲謀殺啊、強姦啊、有組織犯罪啊呢啲判刑喺14年到終身監禁嗰啲咁嘅案件呢，就會轉介去高等法院啦。馬恩國說，47人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的最高刑罰是處無期徒刑，而對於積極參與者的刑罰也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咁你睇呢47個主要都係佢哋煽動同埋組織一啲人出嚟投票啊嘛。咁所以呢，佢哋就係應該咧就係屬於一係咧就係首要分子，或者係積極參與嘅。咁點樣講都好咧，好大機會咧，佢係被判多過7年監禁。咁嘅時候咧，高等法院咧先至係一個合適嘅審判地方，佢先有足夠嘅審判權去判呢啲首要分子。與此同時，有11名被告將再次申請保釋，由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慧德周1至周3分3天處理。目前47名被告當中呢，只有11人是獲准保釋，其餘的36名被告被還押大約3個月。一大早是分別由囚車押送到法院來出庭，而法庭之外呢，從早上開始也已經有大批的人士聚集，警方是明顯加強了警力在附近進行巡查，並設置了帳篷駐守戒備。對於3個月的還押日期，有人抱怨時間太長。馬恩國告訴深圳衛視記者，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2條第2款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這意味着國安法出台後，保釋的門檻提高，香港法院需嚴格處理保釋問題，而3個月的時間是尊重制度運行的公平做法，不存在時間長的說法。咁所以提高咧，呢個係喺明文法、成文法嘅規定，所以法院係唔可以即係推翻佢嘅，即係要將佢推翻或者修改，必須要全國人大去通過先得嘅。咁所以香港法院咧只能夠去接受呢個提高咗嘅門檻。咁所以既然門檻係合法地提高啦，咁所以被還押嘅人呢，的確係要喺監獄裏邊咧係去等候呢單案嘅排期啊、聆訊嘅。咁同埋法院亦都唔可以因為有人觸犯國安法啦，喺而家喺監獄還押緊啦，咁所以要提訊佢或者係加速佢個審訊，唔可以嘅，因為佢之前嗰啲案，咁人哋都係可能還押緊噶嘛，咁點解嗰個之前還押已經坐咗咁耐咯？
係咪？點解佢可以被佢嘅案件可以唔排隊審理，而你呢啲後邊嘅人，因為你係有公眾知名度就可以僭越佢呢？唔得噶嘛！啲公平地大家都係疑犯，係嘛？人哋嗰啲就要排期，點解你嘅唔可以跟排隊呢？一定要排隊嘅。咁所以呢個係要尊重個制度，係嘛嘅運行。上周五，香港区域法院对承认犯有组织、参与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的黎智英等10名罪犯依法判刑后，案件主审法官办公室接到多个电话恐吓。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接连发声，表示这是对法官人身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公然挑战，是对香港法治秩序的粗暴践踏，绝不能容忍。此等恶劣行径不仅触犯了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也触犯了香港国安法，必须予以严惩。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吕翔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戴耀廷案对于总裁判官苏慧德来说也是一大考验。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会由于这些威胁而感到恐惧？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我相信苏慧德法官已经经历了考验，这个时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作为一个法官的诚信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独立的一个考验。马恩国表示，此次案件的审理对于该类事件也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他特别提到，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社会期待已久，是讓香港止暴制亂恢復平靜的定海神針。喺呢個法律嘅訂立之後，我認為呢係好有效咁樣止暴制亂，令到香港社會恢復平靜，令到市民嘅生活回歸一啲安定，咁為香港將來嘅發展作出好重要嘅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戴耀廷等亂港分子去年搞的非法初選嚴重挑釁香港的選舉制度，嚴重破壞立法會選舉的公平公正，並嚴重損害其他擬參選人合法權利和正當權益。而完善選舉制度條例周一刊憲生效，特區政府3名司長分別在網誌撰文表示，新制度下議會可以回復正常運作。海外網發文指出，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已經認清，試圖攬炒香港社會的就是一群被利益裹挾的貪婪鬼，是被美西方反華勢力操縱的提線木偶，是出賣香港撕裂社會的賣國賊和漢奸。展望未來，香港社會各界應毅然和反中亂港勢力割席，不徹底割席，恐怕沒有未來。不信且看，等待戴耀廷之流的必然是法律的嚴懲。我個人認為戴耀廷的命運將是非常悲哀的因為這個第一呢，戴耀廷有長期的反中亂港的行為；第二戴耀廷個人公然的宣布所謂違法達義這個違法達義，他的犯罪目標、犯罪目的、犯罪動機是非常清晰的。那麼第三點，他的這個組織這個非法的這個選舉，顛覆香港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的這個罪行是在他保釋期間所犯下的罪行這個就是按我的理解也是罪加一等所以可以說用我們現在通俗的話語說，戴耀廷的所有的這種重罪都是我們肉眼可見的所以我期待我預期這個戴耀廷最後將會得到這個最高的量刑，按照國安法所規定的最高的量刑。號稱亂港軍師的戴耀廷，從2014年的非法佔中到前年的修例風波，凡是禍亂香港的事情都少不了他的參與。曾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他，不僅知法犯法，還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企圖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礎和社會穩定。在過去幾年裡，戴耀廷都做了哪些惡，對香港的穩定造成了怎樣的不良影響？戴耀廷在2016年就提出所謂雷動計劃，要求香港反對派學習台灣民進黨的大勝經驗，揚言要在立法會選舉搶佔過半的35個議席。該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去年6月13號，正處在非法佔中案保釋階段的戴耀廷捲土重來，在臉書上高調宣布了他的雷動2.0計劃，稱7月11號至12號將在全港大規模開展立法會選舉的所謂內部初選投票。
该投票在反对派内部被命名为35加公民投票计划。戴耀廷还煞有介事地呼吁，只有在所谓初选胜出的参选人才可代表反对派初选，其目的是让反对派在香港立法会席位过半，以图控制立法会。值得注意的是，戴耀廷发起的所谓初选根本就是违法的。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规则是选管会依法制定的，一经公布，任何人无权修改这一规则。戴耀廷策划组织的初选，并非在反对派政党内部投票，而是在各区议会办事处设置投票点，发动市民参加投票。这种所谓初选对其他参选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造成了破坏选举规则的事实。戴耀廷并非政府人士，也非立法会议员，根本没有资格决定选举的规则。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职业大律师马恩国认为，戴耀廷是想通过所谓初选，让没有通过的人放弃参选，可能已经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8条，即对参选人施用胁迫手段等，诱使该人在选举中参选或不参选，或撤回接受提名。此外，戴耀廷策划组织的所谓初选是变相修改选举规则，不仅违反选举条例，还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除了选举技术上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一个因素，就是所谓固盘，就是凝聚选民的基本盘，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甚至是严重不合法的这样的一种观念灌输给选民。戴耀廷组织非法初选还有更加险恶的用心。去年4月28号，戴耀廷在香港《苹果日报》所谓真蓝炒10部的文章，竟妄言反对派夺35加席位，最终会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对此，香港大公报曾发表社评，批评戴耀廷文章提出了颠覆特区政府的清晰路线图。那么实际上呢，香港的激进反对势力从这个旺角骚乱开始，2014年的旺角骚乱开始，一直到黑暴，甚至到现在，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我想办法通过把香港搞乱，达到呢使香港的战略功能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以这种方式来向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并且裹挟香港的居民。去年7月28号，香港大学校委会经过严格规范的程序，决定解雇戴耀廷。这是对香港大学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环境的净化，体现了对大学之道的坚定捍卫和对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负责，符合公众期盼，维护了社会公义。不过，在此之后，戴耀廷并没有因此收敛。同年8月，戴耀廷又抛出所谓拉萨路计划，就是在全港进行大型商讨，在各区聚集市民，再将他们分为不同小组，就香港所谓重生后的想象进行讨论。这与戴耀廷当年组织的非法战中商讨会如出一辙，名为商讨，实则聚集招收大批暴徒，并且形成组织的层级和架构，在持续的商讨中不断对参加者洗脑，从而训练出一般暴乱骨干。2014年的非法战中在发动之初即有大批青年响应，正是由于此前长时间的集结、洗脑、训练所造成。有评论认为，拉萨路计划名字玄之又玄，但内容不过是旧酒新瓶。有所不同的是，当年要为非法战中造势，现在却是为港独招魂。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周一，港府刊宪公布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该条例的正式生效，为爱国者治港原则在香港的彻底落实提供了坚实保障。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基于此前香港民主发展所陷入的2个严峻问题：一是民主政治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商来求得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以弥合不同政治团体、阶层的利益分歧，并在国家层面上保障统一和稳定。但讽刺的是，近年来以所谓本土派为代表的港独激进分裂主义势力，在外国和境外势力的支持下甚嚣尘上。正是香港不健全的制度之下，各种被纵容的分裂势力，辜负了国家对于香港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信任，迫使中央政府出手推行国安立法，明确划出爱国者治港作为港人治港的最低要求，
再到今天一步步走向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而面对完善后的选举制度，也希望香港社会能仔细思考一下严小俊博士的那句话：港人能享有多大程度的民主自由，不在于中央，而在于自己。香港民主发展所陷入的第二个问题是常态化的陷入少数人的暴政。所谓少数人的暴政，即通过阻挠正常的立法、行政、司法活动，或者阻断交通、破坏商业秩序等行为，来迫使当局按照少数人的意图行事，导致少数人的非常规利益表达代替了多数人的意见结果，无疑彻底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和范畴。这种少数人的暴政在香港自2014年非法占中以来逐渐泛滥，到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更是被暴力示威者推向了极致。示威者大规模冲击立法会，以打断修例进程，攻击警署来逼迫警方释放被捕示威者，并通过各种暴力破坏施政行为来表达政治诉求。这说明，不加节制的民主往往会成为民粹，最终带来全社会的堕落与崩溃。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民主制度不得不完善，也必须要完善的原因所在。我们注意到啊，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港人对于完善选举制度颇有微词，他们执着于直选成分的减少，认为这是民主的退步。那么您作何评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且耐心予以回答的好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直选成分的多少是否是评价一种民主制度优劣的唯一标准呢？就现代民主国家而言，所有采取威斯敏斯特体系的议会制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以及绝大多数采取共和制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采取的都是间接民主制度。但我没有注意到任何的香港媒体或者香港反对派宣称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是退步的，或者是落后的。可悲的是，港人也许习惯了将民主政治视为权力的游戏，但港人不应该忘记，这场游戏之所以存在，其目的是适应并保障最大多数人群的利益最大化。就当前的香港社会乱局而言，代表间接民主的香港选举制度完善，绝非任何意义上的开历史倒车，而是以共和的力量来试图挽救香港社会异化的民主发展，以有形的指引来为港人恢复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至于这个有形的指引会表现出怎样的问题，香港社会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问题，那便是下一个必须要讨论的问题。但在此之前，香港社会有必要反思，放任其政治精英在异化的选举制度中追求无限制的政治权利，以至于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忽视了民生现实的生活福祉，是否真的有利于集体的幸福最大化？周一，戴耀廷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正式开庭受审。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戴耀廷接受制裁，向整个香港社会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安法只在备而不用，但绝非不用。任何港人都不应该忽视国安法捍卫国家尊严与核心利益的决心与意志。某种意义上，戴耀廷是此前扭曲的香港民主发展必然孕育出的畸形产物，而且是集大成者。遗憾的是，戴耀廷的歪理邪说至今仍在荼毒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一是扭曲了公民抗命的概念，鼓吹违法达义，煽动港人挑战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事实上，公民抗命这一概念并非是戴耀廷所独创。2018年，香港终审法院在裁定非法占中案时指出，公民抗命最核心的原则是和平、非暴力，凡涉及暴力，就代表跨越了合法表达意见的界限。然而，戴耀廷作为时任港大法学副教授，在鼓吹公民抗命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和平与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甚至在某些场合下完全聚焦于违法和抗命本身。二是鼓吹港独主义。2018年，戴耀廷在台湾公然提出香港建国论。2019年，戴耀廷又提出所谓的3阶段港独论。戴耀廷一时间被不少港人奉为香港自觉的理论导师，反思以戴耀廷为首的反中乱港者为何能在过去持续兴风作浪。一方面在于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迟迟未得到彻底落实，香港尚未形成稳固的爱国者治港局面。从去年6月落实的国安法到周一正式刊宪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条例，无疑为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另一方面呢，则在于香港社会在国民认同上的缺失。1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让香港人既没有成为英国国民，也和中国的政治母体产生了一定的疏离与陌生心理。事实上，戴耀廷的公民抗命也好，港独理论也罢，利用的都是这种心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我们投入更长远也更具耐心的政治智慧。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针对2013年曝光的美国监听盟友的丑闻，丹麦媒体日前又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是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长期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在内的欧洲政府高官进行监视。而就在同一天，今日俄罗斯援引最早曝光此事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的说法称，美国总统拜登对此事十分了解。丑闻此时曝光，对于拜登6月的欧洲之行将产生多大的影响？美国又是如何实现窃听全世界的？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日，丹麦广播公司推出特别报道，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接入丹麦互联网，获取原始数据，以监视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盟国领导人。报道称，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了美方长期监听盟友的丑闻后，出于担忧，丹麦防务情报局于2014年启动了一项内部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2012年至2014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的信息电缆对瑞典、挪威、法国、德国的政要进行监视。报道还称，丹麦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所有通过丹麦境内的光缆所传输的信息，并在丹麦境内多个地点建立信息截取点，然后把截取的信息传输到一个秘密的数据中心，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丹麦国防情报局的专家一起来合作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因为包括俄罗斯、瑞典、挪威、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光缆都会经过丹麦，所以这些国家的信息都会被美国得到。消息被曝光后，瑞典、挪威防长要求丹麦及美方提供相关事件的全部信息，并将严肃处理。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此事拒绝评论，丹麦国防情报局发言人也没有就此表态。这对欧洲内部的这个团结是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丹麦是一个欧盟国家，它配合美国对欧盟国家、其他的欧盟国家进行情报监听，那实际上其他国家就会对丹麦产生很强烈的不信任。除此之外，斯诺登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跟瑞典国防电波局也是有合作的，而且合作方式和内容跟他们与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是一样的。美国虽然不被允许窃听合作国的信息，但是完全可以在和瑞典的合作中窃听包括丹麦或者其他国家的信息。简单来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与多国单线合作，实现了全方位监控。有分析指出，此次曝光不止再次坐实了美国监视盟友这个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还增加了拜登也知情的新料。2012年至2014年期间，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斯诺登也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平台转发了德国之声的相关报道，并转发称，拜登已经为其不久后的欧洲之行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拜登将参与6月1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外界预计监听事件将为拜登此次欧洲行添堵。当年他的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美国总统曾经保证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最终被证实的话，对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还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害。虽然拜登个人可以说他不负担这样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对事件回应表示，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是公认的全球头号黑客帝国和窃密大户，其窃密对象不仅包括竞争对手，也包括美国自身的盟友，称得上是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惯犯高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窃密大户，居然打着清洁网络的旗号，要声称维护网络安全。这充分暴露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是假，打压竞争对手是真，维护盟友安全是假，维护自身霸权是真。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揭露和抵制美国的网络霸凌行径，不要为黑客帝国的非法行为做嫁衣。
近期，美国新闻周刊还披露了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美国五角大楼在最近10年里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秘密军队，具体人数未知，但至少有6万人，过半人员有特种部队背景。项目涉及130余个私人组织以及数十个极为隐秘的政府组织。报道称，这些人一般都会隐藏其真实身份，隐匿在私营公司或咨询公司中。新闻周刊的报道还特别强调，美国秘密军队中最新组建且发展最快的小组是所谓的网络战士，他们用假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大社交媒体上，寻找重要目标，搜集情报，甚至直接参与各种阴谋活动来影响和操纵社交媒体。台湾疫情不见放缓，民生遭受严重冲击。全台3级警戒从原本的5月底延长至6月14日。疫情重灾区台北和新北2市已经处于半封城的状态。面对延烧的疫情，岛内却陷入缺疫苗困境。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积极采购疫苗，一度松口授权地方采购的指挥中心立刻改口，坚持必须由当局与原厂签约并统筹分配。民进党当局拿不出疫苗，还不准民间自行进口疫苗自救，引岛内民众哗然。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一公布，新增274例本土确诊病例，另有校正回归本土病例73例。台湾疫情累计已确诊超过8100例，主要集中在新北市和台北市，累计确诊人数分别为3435例和2699例。如今，双北市已经处于半封城状态，学校全部采用线上教学，能远程工作的均在家办公，所有娱乐场所全部关闭，餐厅也都全面停止堂食，室外群聚不得超过10人，室内群聚不得超过4人，户外不戴口罩者则会被处以罚款。持续升温的疫情令岛内民众叫苦不迭，民生遭受严重冲击。为解决民众和中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困境，台立法机构周一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的修正案，将纾困预算上限从4200亿新台币提高至8400亿元新台币。蓝营此前对这份纾困方案提出异议，提出在提高的预算中有1000多亿新台币用途不明，认为如不将具体金额算出来并加以核查，将是一种开空白支票债留子孙的不负责任做法。这份纾困方案还频遭地方政府吐槽，有地方官员称，台行政部门上周4宣布纾困 4.0 方案当天，地方政府通过观看记者会才知道有此方案，且不知道应如何执行。该官员直言，地方政府近日因防疫工作焦头烂额，当局却屡屡不跟地方政府沟通，导致地方一团乱，烂摊子也只能自己收拾。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在上周6的记者会对民进党当局喊话，与其花几千亿新台币纾困，还不如从中抽600亿新台币买疫苗，问题就解决了。柯文哲说，过去台湾采取半封闭战术，把病毒挡在外面，治标不治本。如今病毒已侵入岛内，一放松就会马上延烧起来，只有全面施打疫苗才是治本之策。既然全世界已经接近18亿剂的疫苗打过了，表示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东西嘛。台湾也不是没有钱可以买，必须纾困，你知道要花几千亿抽1/10了，抽600亿买疫苗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掉。如今岛内疫苗接种人次仅33万，而全台人口有2300多万。面对缺苗状况，当局声称外购疫苗加上岛内自购疫苗有将近3000万剂，这些疫苗正陆续到位，8月底有望拿到1000万剂。然而事实是，目前仅有第2批41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于19号抵台，首批15万剂莫德纳疫苗于27号抵台。对于岛内持续蔓延的疫情，这样的数量根本是杯水车薪。不少岛内企业和民间团体积极联系捐赠疫苗事宜。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近日联系大陆台商，经过2周时间协调，向岛内捐赠 BioNTech 疫苗与国药疫苗各500万剂。张亚中周一上午前往台卫生福利部门疾管署递交了疫苗进口申请书。张亚中表示，他们愿意将该批疫苗全权委托给卫福部门，也愿意与地方政府洽谈，并合作安排所有疫苗进口施打。眼看岛内死亡案例攀升，希望台当局能够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勿再因政治因素干扰此批疫苗的处理。蔡英文政府他设了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民间呢是自己来处理是不行的，必须由台北的政府跟这个所谓生产疫苗的厂商直接的沟通。
换言之，他是拒绝所有代理商的。这当然很奇怪了，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卖药品，大家透过代理商去卖嘛，可他就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我们也愿意配合，再无理的要求，为了救老百姓也配合。所以我们在这一份公文申请书里面呢，再跟这个陈时中讲，就是说，你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厂商的联络的窗口。那请你跟我们的联络窗口直接联络，不要绕来绕去。事实上，在提交疫苗进口申请书后，申请者还面临相当复杂的审批流程。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上周五公布，地方政府或企业如要申请新冠疫苗项目输入，需要经过4个步骤以及符合8项条件。申请者需备妥8份资料，经食药监督部门召开专家会议审查后才能使用。从医40余年的台湾中研院院士陈培哲直言，这些繁复的手续对试图捐赠疫苗的民间团体有吓阻效果。他指出，台湾已经有多年施打疫苗的成熟经验，如疫苗引进计划书、疫苗救济基金等，疾病管制部门早有类似的计划与安全机制可以马上套用，却一直要求民间企业自己准备。陈培哲认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民间引进疫苗的刁难，是把人民的生命放在权力之后，显示当局非常傲慢，令人失望。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政府设了很多重重的关卡，其实它是罔顾人民生命的安全。因为对一个政府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比老百姓的生命更为重要的。特别是我们今天进行的不是一个盈利的行为，我们今天只是要捐赠这个疫苗，政府只要说一件你要还是不要。要的话呢，政府就尽快辅导我们，让我们尽快的进来，这是最重要。不要再用任何的程序去干扰这种民间的采购或者民间的捐输的行为。对于民进党当局处理疫苗的态度，疫情重灾区台北和新北2市的市长意见极大，不约而同的在周日记者会上开炮。新北市长侯友宜语带哽咽地说，眼见越来越多患有慢性病的新冠感染者瞬间从轻症转为重症，送到加护病房后很快离世。民间企业和团体想要购买疫苗，为台湾出一份力，希望当局不要再百般刁难。我们民间团体有这个心要做，有这个心要拼，唔好去讲刁难啊啦，较紧的啦，救苦救命的啦。你若去慢一慢，唔知要去走偌济啦。柯文哲则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为了面子去搞意识形态和意气之争，拖延民间团体采购疫苗进入台湾的时间。政府还是要想清楚，你知道做该做的事不要老是想去做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曾经一度强调只能由台湾当局来进口新冠疫苗的蔡英文，终于松口同意地方政府和民间协助进口疫苗。那么对此您作何解读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进口疫苗问题上出现了几个让蔡英文当局感到非常尴尬的事情，并加剧了蔡英文与民进党民望的进一步下跌。第一件事情是，同样都是大中华地区，香港与澳门的疫苗供应，无论是产自德国、美国还是中国大陆的，都是非常的充足。香港甚至因为疫苗多到打不完，还准备向其他国家捐献一批过剩的疫苗。相反，疫情已经处于失控边缘的台湾，却反而是没有疫苗可打。蔡英文当局向国际社会求购疫苗的行为处处碰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蔡英文原本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疫苗问题上并没有向台湾地区伸出援手，而中国大陆想要帮忙，却被蔡英文当局以防止统战为由拒绝了。那么第二，让蔡英文当局感到更加不爽的是，台湾以官方名义买不到疫苗，但是台湾民间购买疫苗的渠道却是异乎寻常的畅顺。其中，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已经从德国原厂购买了500万剂复必泰疫苗，准备紧急空运到台湾。而曾经报名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更是宣布，已经获得了大陆免费捐赠的500万剂德国复必泰疫苗和大陆国药厂生产的500万剂疫苗，供台湾民众自愿选择接种。
同时，大陆台湾企业联合会的台商也决定捐款购买辉瑞的疫苗，准备捐献给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我想蔡英文当局需要细细品味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假如连一个疫苗都买不到，接下来你绕过中国大陆，绕过9·2共识，还能够拓展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吗？那么第三，原本蔡英文当局以为只要向台湾民众大打悲情牌，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大陆，就不仅可以让自己再一次安能度过本次疫情爆发与疫苗短缺的危机，甚至还可以号召全体台湾民众进一步站在自己一边，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然而，多项民意调查却显示，超过90%的受访台湾民众都表示，只要有疫苗可以打，不管它是来自美国的还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他们都愿意打。这个也就意味着，蔡英文当局一贯倡导的讲政治、讲意识形态那一套，在新冠疫情面前已经是行不通了。而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多数台湾民众都是理性与务实的。假如未来蔡英文当局要冒着两岸开战的风险来推动台独，台湾老百姓、企业界与民间团体不仅不会跟随，而且还会揭竿而起。那对于台立法机构准备通过一项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准备拿出8400亿新台币来解决台湾民众与中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困境一事，您又怎么看呢？确实，最近爆发的这一波疫情，不仅使得岛内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现了生计艰难的问题，而且蔡英文当局宣布的3级应急防御措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将会进一步重创岛内的餐饮、零售、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并冲击到岛内的就业形势，使得民众的生活百上加斤。在这种情况下，台立法机构准备拿出8400亿新台币来解决台湾民众与中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困境。这件事情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不过，我同时认为，鉴于岛内的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8000人，累计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09人，而且疫情呈现出了社区全面爆发的这么一种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蔡英文当局还分不清轻重缓急，拿出更为严厉的防控措施，那光是给老百姓与中小企业派钱，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救不了眼下的燃眉之急。而在我看来，当前的蔡英文当局在防御抗疫方面，有可能正在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等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其一是为了害怕影响岛内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为了避免伤害台湾曾经获得的国际抗疫优等生的荣誉，蔡英文当局宁愿长时间维持台湾的3级应急警戒，也不肯仗势断腕启动第4级防御抗疫措施。那么其二是，在疫情已经出现社区传播的情况下，仍然把防控疫情的希望寄托在疫苗的全面开打上面。我们且不说当前台湾并没有办法取得足够的疫苗，而且即使注射了疫苗，也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够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要通过注射疫苗实现全体民众免疫来解决疫情问题，那台湾也将会像美国与印度那样，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疫情失控期。而在这个期间，它给民众生命与健康所带来的威胁，以及给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冲击，都将会是难以估量与难以承受的。因此，我认为在目前阶段，台湾防御抗疫最为有效也最为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向大陆学习，果断地采用最为笨拙的全面隔离办法，也就是采取以封嘴、封户、封村、封城、封建为主的5封措施。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有关负责人和专家介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实施成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对外界关注的新疆、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人民群众权利保障提升的情况，有关专家介绍称，通过多方深入调研可以发现，过去5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保障工作成效显著，一些西方国家的抹黑污蔑纯粹是无中生有。
据介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是我国自2009年以来制定实施的第3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不足，重视补短板、强弱项，重视保障贫困人口、困难群众和弱者权益，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国际交流合作方面，2020年，中国再次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作为少数5次当选理事会成员的国家，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深入参与多边人权机制工作，倡导以和平促人权，以发展促人权，以合作促人权，以公平促人权。中国在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倡议，推动构建公平正义、合理有效的国际人权体系。在中国推动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几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在吹风会上，我们也了解到，第3期国家人权计划是首个与国民经济5年规划相衔接的人权行动计划。中国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制定了3期人权行动计划的国家。未来我们将对标“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制定第4期人权行动计划，并且在不久以后发布实施。在提问环节，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人民群众权利保障提升的情况成为不少媒体关注的重点。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张永和表示，通过调研可以发现，过去5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保障工作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新疆和西藏做过很多的调研，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这5年之内，新疆和西藏的整个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我觉得实际上是对人的变化更大。就在那个过程中间，不仅是人的发展，我们说还发展人。那5年来的这样对他们的人权保障的促进，这个可能当然是说在经社文方面的促进，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这个方面是非常明显。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应该说中国政府是做得非常好的。对于部分国际舆论炒作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受到侵害的话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宣传处处长李小军表示，过去5年是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最好的5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国际上的炒作纯粹是无中生有。中国的少数民族呢，在不管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他们的文化教育、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等诸多方面，在这个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李孝梅补充说，在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针对一些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和抹黑，共有64个国家做了共同发言，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和举措，公道自在人心。加上以单独发言、发表声明等方式支持中国的国家呢，形成了近100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支持中国涉疆政策的声势，他们反对干涉中国内政，这充分反映了国际人心的向背，体现了公道自在人心。